主編，我马上交稿。这是教室，我不是在家里熬夜写剧本吗？林野，现在是上課時間，你幹什麼？上課。趕緊坐下。哦，我這是穿越了。現在的學生啊，今天這堂課，我要把我窮盡一生的學術心血傳授給你們。爸，莫非是？對，就是那首耗盡幾代人心血挖掘來的古詩《詠鵝》。詠鵝？說來慚愧啊，身處這文脈斷絕的時代，我即使耗盡畢生所學，左思右想，上思下想，翻來覆去，就是悟不出咏鵝的最後一句是什麼。爸，就連您都答不出來这最後一句，我們肯定更不行了。不，應該不會是骆賓王的《詠鵝》，那明明就是3歲小孩都會背的詩，一定是什麼同名的我沒有聽過的詩。是我太着急了，可惜了。多好的詩啊！以孩童視角捕捉自然生靈的本真之美，詠出這千古絕唱。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我真想知道這最後一句究竟會是怎樣的絕唱啊！等一下，老師，我無意冒犯，您說您一個文學系的教授不會背《詠鵝》？林野，你怎麼和我爸說話呢？他可是文學專業最後的宗師。無妨，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理科大行其道，文學已無立足之地。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裡有荷花，荷花上面趴蛤蟆，一戳一蹦螞，這玩意兒也能寫進教材裡面？還真是這些牆上掛着的名家，都是理科科學家。那我那些揮毫潑葉的文學祖宗們呢？關漢卿、莎士比亞他們呢？你說的這些人是誰？我聞所未聞。不是你一個文學宗師，你不知道他們？林野，我爸為什麼被稱為宗師大師？那是因為咏鵝的前3句可是他從有頭髮到白頭髮再到沒頭髮，耗盡畢生心血復原出來的。當代宗師之名，捨他其誰？那你別試了，後半句是紅掌撥清波。林野，你不懂就不要瞎。你閉嘴！天才啊，這就天才了。對，天才，這絕頂天才。我操，背出詠鵝就成天才，看來我穿越到了一個文脈斷代的世界。那我一個編劇，豈不是要在這裡大殺四方了？斗破蒼穹，悲傷逆流成海，這些書我要是給寫出來發行，那我不就發了？錢來錢來！爸，林野怎麼突然看起來不太正常啊？天才是這樣的，我想他現在一定是沉浸在文學的世界裡無法自拔。哦，原來是這樣。有救了，我文科有救了。想想我們這些學文的，平日裡在學校受盡白眼，背地裡戳脊梁骨叫酸文人，現在有了天骄，我們以後在學校也能抬起頭了。你們不是學文學就過得這麼慘嗎？是啊，文學在這個世界不受重視，我們學校學文的就更不被重視了。而且咱們文學專業這一屆要是再沒有人能畢業，整個學科就要被取消了。取消？這兒，這幾面牆砸了。到時候這一塊放實驗垃圾，那一塊放廢品。吴良白，這是文學教室，你過來幹什麼？還帶着這麼多人？哎呦，這還有人呢！這誰啊？這麼囂張？他，理學系教授吳良白，手裡科技專利數不勝數，最近剛在世界 AI 大賽上拿下金牌，風頭正盛。老宋啊，你沒接到通知啊？學校已經決定要取消文學專業了。什麼？取消文學？這麼快？對，取消。雖然有個前提條件，是你們的畢業答辯不通過後取消，但是我和你畢竟同事一場，提前通知你，順便給你準備了一個 offer。君子不食嗟來之食。就是一個實驗室保安的活兒，你別上綱上線的整那麼熱血。吴良白，我告訴你，不要狗眼看人低，我文学可是后继有人，文学的风骨会屹立不倒。哟，說你胖你還喘上了。正所謂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2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林爺，你上。
今日長缨在手，何时輔助苍龍？好诗，但是有什么用呢？文学都要取消了，这就不由你操心了。我们的学生一定会通过答辩，保住文學。就你们，学術水平那什麼長短、高低、大小都不一致，那個詞叫參差無奇。喲，老宋，你這個學生還有點水平啊，會幾個成語？廢話，這是我的宗門天驕林野，通過答辯保住學科的重任就交給你了。我？對，你可是真正的天才。哎，過獎了，過獎了。我雖然是個三流編劇，但是在這文脈斷絕的世界，還不是亂殺。文學的未來就靠你了，林野，你有把握嗎？放心吧，老師，我不僅能通過答辯保住文學，我還會讓文學重回巔峰，讓這個理科為王的世界臣服在文學的腳下。歡迎各位老師同學來到荊州大學的公開答辯現場。今天的答辯關係到各位能否順利畢業，同時呢，也關乎文學專業那幾個苟延殘喘的獨苗的生死。你怎麼說話呢？哎呦，對不起，宋教授，把您給忘了，這也關乎您的生死呢。欺人太甚，這簡直欺人太甚！老師，你放心，今天我不蒸饅頭爭口氣，一定讓他們跪着唱征服。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宗門天驕。接下來，讓我們有請今天的答辯評委老師黃文山和孫啟明兩位教授。評委竟然是他們，他們怎麼了？老黃跟老孫向來對我們文學偏見極大，想要從他們手下通過答辯難上加難吶。真是天要亡我文學呀！天，我命由我不由天。老宋你放心，管他什麼偏見政見，我都會讓文學天日重見。喲，這不是我們文學系的大文豪林野同學嗎？哎，過獎了，未來的，現在還不是。說你胖你還喘上了，老宋啊，我跟你說實話吧，今天你找誰上場都沒用，文學這個雞肋沒用的專業是一定會被取消的。這就不用您費心了，我們不僅會保住文學專業，還要讓文學發揚光大。哎呦，好大的口氣！這位同學口氣倒是不小，你打算拿什麼樣的答辯作品來讓你的文學發揚光大啊？就是林野啊，到時候可別拿一坨答辯啊！您喜歡這個就自己去收集，別老盯着別人。你說大話誰不會？但是答辯不通過，文學是必須取消的。就是，你不會憑你這張嘴通過答辯吧？哎，沒錯，你說對了，就憑我金口一開，便可以出口成章，征服在場所有人。金口一開，出口成章？胡鬧！畢業答辯莊重嚴謹，我們不可能憑借空口白話就能讓你通過的。這位林同學，兩位導師的話聽懂了嗎？你打算拿什麼來征服兩位教授啊？一個讓你們聽完之後後頸發涼的故事。鬼故事？這位同學，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們的科技燦若星辰，哪有什麼鬼？就是，如果你要是再胡鬧下去，我們可是要直接判定你答辯不合格。不合格？啊，這可怎麼辦啊？別着急，要相信我的宗門天驕。對，就是因為沒有鬼，我才要用我的故事，讓你們感受到細思極恐，感受到後背生寒，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好，說得好，不可否認，我文壇之學子將會匯成一道鐵流，而這道鐵流在未來，我敢肯定將會成為一道洪流。宋明文，管你鐵流洪流，再不從我桌子上下來，我打得你屁滾尿流！下來，粗俗，你就是俗人眼中見不得風骨俗人。我就不信這世界根本沒有鬼，更不可能有人能夠通過鬼故事嚇到我們淺薄的人們，讓你們感受文學帶來的一點點震撼。下面請傾聽鬼故事《午夜來電》，友情提示，各位記得把手機靜音哦。一個破鈴聲還能嚇到我們不成？
在一所高中盛傳一則鬼魅怪談，7日死亡錄像帶。傳說看過這則錄像帶的人，就會在7天就會接到一通詭異的電話，然後離奇死亡。扯淡！就這，我們的主人公智子和朋友剛好看過這則錄像帶，今天是第7天。所以這錄像帶裡到底有什麼？要說錄像帶裡的內容，只是一些看不懂的文字亂碼，破敗的枯井，看得智子一頭霧水。看完錄像帶的智子驚慌失措，準備離開，卻在這時候聽到客廳裡面傳來奇怪的聲音。哎呀，接下來肯定該電話響了。那聲音低迷而又黏膩，初聽像電流，仔細聽則像是人的智齒在摩擦。喲，我不否認，故事的確有點出乎意料，但一點也不嚇人啊。就在這個時候，房間裡的電話突然響起。啊！你大爺！你看我都說了，手機得靜音吧。您好，办保险吗？现在有優惠。啊！你閉嘴！這故事有點東西啊，明明就是普通的文字，怎麼從這個林野嘴裡說出來這麼瘆人呢？這故弄玄虛，我一點也沒有感受到恐怖。不害怕你抖什麼？我才沒抖。行了，別吵了。林野，這故事接下來呢？這故事接下來，智子找到了自己的前夫，一位通靈師。我就知道，這種爛俗的鬼故事一定會出現什麼通靈師。智子和前夫一起坐在電視機前，把那詭異的錄像帶送入錄像機當中。而伴隨着電視機裡雪花紋的響起，滋啦滋啦的聲音也隨之再次出聲。哼，又來這套，難不成電視機裡能爬出來個人？找到了！哎呦，嗯，老孙，你是不是害怕？踢我幹嘛？区一个鬼故事，我怎麼可能害怕？那桌子下面什麼東西碰了我一下？桌子下面，智子和前夫對視一眼，同時不轉睛地看向電視。電視機裡爬出來的女鬼又開始發情，直勾勾地盯着他們。嘿嘿，找到了，新買的果子17。我操，鬼呀！停下！停下！停下！对，就這樣吧。走了。站住！老蘇，你幹什麼？答辯沒有結束，都不許走！老蘇，你的天椒這故事太嚇人了。就是，我得吃速效救心丸。事關我文科一脈生死，就算嚇死你們，也得給我聽完。這叫什麼話？一個答辯，你非要鬧出人命嗎？行，我給你的宗門天椒過答辯還不行嗎？對，讓他畢業還不行嗎？不行！所謂恐怖故事，不過就是操縱心理的小手段罷了。學術是嚴謹的，傳出去，讓一個故弄玄虛的鬼故事通過了答辯，這不是毀了文教授跟孫教授你們二位的名聲，毀了荊州大學的名聲。老吳說的也有道理啊。林野，我承認你的鬼故事有些效果，這並不能被稱為文學，所以在我這兒答辯不能通過。那我繼續給大家說一段，我這兒鬼故事多了，比如《電鋸驚魂》、《咒怨》、《筆仙》，對，還有最經典的《聊齋》。話說，宋朝末年，有一書生，你快閉嘴吧！別拿你的鬼故事惡心二位導師了，你這所謂的文學根本不算數，畢業不了。照各位老師的意思，鬼故事不算文學。對，真正的文學應該是流芳百世，就像汽車是人類工業的明珠一樣。你們文學有什麼傳世經典嗎？對啊，汽車有奔馳、寶馬、特斯拉，文學有什麼？詠鵝。哦，我明白了，你們說半天是想說名著是吧？對，他們是這意思。早說啊！不過我也不怪你，畢竟你們沒文化、沒內涵、沒底蘊。今天，那我讓你們見識一下，什麼是流芳百世、
什麼是傳世名著？用鬼故事，流芳百世？怎麼，你還能現場復原出個名著來證明所謂的真文學吧？為什麼不行？不就是名著？來，你在開什麼玩笑？你老師努力了半輩子，也就復原出幾首沒頭沒尾的詩詞，就你，還想在短時間內復出名著，太不自量力了吧？林野同學，我们承認你的鬼故事確實有點東西，但是名著跟鬼故事是不一樣的，那是真正的文學，以你的功力是絕對不可能完成。林野啊，一個咏鵝都耗盡我畢生心血，老師知道你是天才，但是那是名著，不是我們能復原的，更何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老師，能不能總要試了才知道，不是嗎？老師，相信我。好，老師，我需要您帮我準備一些東西。就這些？就這些。這真的能行嗎？包行。行，我馬上去準備。切，裝腔作勢，我就不信你真能現场說名著，簡直笑掉大牙！故弄玄虛，怎麼可能凭空说出来流芳百世的名著？我看啊，搞什麼花活也救不了文学。没有用的東西是留不住的。是啊，毫無用處的文學能有什麼魅力？折一把紙扇，着一身青衫，拍案滿堂驚嘆，說書勸人行善，話不盡這千古流芳，言不止餘音繞梁。故事裡留下的思想，總讓人心生向往。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自從盤古破紅紅，開闢從此清濁變。富在群生養智人，發明萬物皆成善。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盤古是開天闢地，分清濁，定陰陽，才有了這山川河海、日月星辰。可天地間雖有生靈，卻獨缺一道輪迴秩序，更有那花果山一脈，藏着個驚天動地的主。量子力學的誕生，顛覆了經典力學。看什麼呢？文學系的答辯，《西遊記》，這是什麼？據說是神魔故事，什麼文學的名著？什麼狗屁的神魔名著，在我的高能激光軌道炮下無所遁形。李四，好好聽課。這花果山乃十洲之祖脈，山頂之上有一塊仙石，自開闢以來受日精月華祭酒，遂有靈通之意。日迸裂，產一勢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我當是什麼呢？西遊記，不就還是那些神啊魔啊的鬼故事？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名著，簡直移花大方。你就會這一個詞語嗎？你老宋啊，你這神魔故事跟鬼故事有區別嗎？你們文學啊，真是前帝的驢子，本領用光了，那叫黔驢技窮，真是沒文化。文學的洪流，我是絕不允許你加入的。這石猴天資異禀，食草木，抿劍泉，與狼蟲為伴，虎豹為群，張鹿為友。一日，眾猴尋到一股飛瀑流泉，拍着手道：“哪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為王。”話音未落，那石猴高叫道：“我進去！”他明目蹲身，將身一縱，竟跳入那瀑布泉中。好一隻天資異禀的石猴！這位同學，圖書館內禁止喧嘩。誰知那石猴跳進去，卻見裡面無水無波，唯有一座石房。房內石鍋石灶、石碗石盆，樣樣俱全。正中一塊石碣，刻着一副對聯：“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哎，你剛剛不是說什麼狗屁的神魔名著嗎？噓，別說話，猴子發現水簾洞了。不是你沒自己手機嗎？石猴端坐上方道：“我如今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為王？”眾猴聽說，即拱伏無為，一個個續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美猴王漂洋過海，歷經10數載，終得拜菩提祖師為師，賜名孫悟空，學得72般變化，筋斗雲神通，一個跟頭便是108000里。這神通設定竟如此天馬行空，卻又自成章法，
此等想象力當真超出一般，格外罕見了，那叫旷古绝今。都說了，没事多讀点文学書，不然话到嘴邊都不知道怎么夸。不愧是我的天骄，竟然真的当场复祖名著。孙悟空回到花果山，却見猴孙被混世魔王欺辱，当即怒從心头起，惡向膽邊生，手提金箍棒直搗妖魔老巢，一棒便打得那魔王魂飛魄散。好，打得好！说好的禁止喧哗呢？孙悟空除外。经此一事，悟空知曉，花果山雖好，卻需神兵守護。他便下東海鬧龍宮，逼着老龍王獻出定海神針。那金箍棒可長可短，可粗可細，重13500斤。又所得藕絲布雲履，锁子黃金甲，鳳翅紫金冠。妖怪，敢欺我花果山水帘洞，找死！這《西遊記》簡直太上頭了！悟空身披金甲，頭戴金冠，足踏雲履，手持金箍棒，立於水簾洞前，真個是威風凜凜，氣宇翔昂。猴孫們山呼萬歲！好，悟空萬歲！大王，大王！坐下，都坐下！回去，那個上桌子的同學下來。金箍棒太帥了！老孫，妖孽！我是你爺爺。接下來，更精彩的來了。可偏偏這天上的玉皇大帝，聽聞下界出了個石猴，神通廣大，便派人招安，說什麼賞他個弼馬溫的官銜。聽着名頭響亮，實則不過是個養馬的小役。這也欺人，不是欺猴太甚了，太過分了，這能忍？李四，你再說下去，老師就不能忍了。我猴哥肯定咽不下這口氣。金箍棒呢？幹他呀！悟空初到天庭，不知官階大小，兢兢業業養馬。可一日聽聞真相，頓時怒火中燒。好一個孫大聖，當即扯下官袍，從耳朵裡掏出金箍棒，迎風一晃，便有碗口粗細。他一路打出南天門，口中大罵：“玉帝老兒欺我太甚！”回到花果山，悟空越想越氣，便叫猴孫們豎起一面大旗，旗上繡着4個斗大的金字：“齊天大聖！”好一個齊天大聖，好一個桀驁不馴。這就是《西遊記》，這就是名著啊！痛快，痛快！此等人物，此等氣魄，當真不愧是傳世名著。這就是真正的文學，這就是傳世名著啊！張澤、李四，你們再看着那破手機說話，就給我滾出去！列位想想，那玉帝聽聞悟空自封齊天大聖，豈能善罷甘休？一場天庭與花果山的驚天大戰，眼看就要拉開序幕。怎麼樣啊？不靠鬼故事，我們文學一樣能大放光彩。這下能通過答辯了吧？不行，絕對不能通過答辯。哎，這怎麼停了？繼續講啊！聽說現場有老師不同意《西遊記》通過答辯，所以林野才沒有繼續講下去。這都不通過？把學文的當弼馬經整呢？不行，我一定要聽到後續。我要去現場，誰敢阻攔我齊天大聖答辯？就一隻死猴子的故事也能叫名著？你們不會收錢了吧？你可不要血口噴人。反正只要有我在，答辯就不可能通過。誰敢攔我齊天大聖？誰敢攔我齊天大聖？我們學文的窮的叮當響，有錢賄賂嗎？啊，有錢嗎？一聲血，這光彩嗎？就是啊，爸，你還是趕緊把衣服拉上吧。哼，嘿，宋明文，你窮你还有理了？张泽、李四，現在不是上課時間，你們怎麼會在這兒？老師，我們是來聽《西遊記》的。我跟你講，《西遊記》真的是特別厲害。對對對，大王身披金甲，頭戴金冠，足踏雲履，手持金箍棒，帥炸了！不爭氣！
哎呦，原来这是理科大拿吴教授的学生们，真是幸会幸会。怎么，这也是来看我们文学系的林野同学答辩的？是。哎，这是我文学的荣幸。你们可是我的天骄，理科的未来之星，怎么能？看来吴教授的理科学生们也非常喜欢我们文学名著《西游记》呀，你说是不是啊，吴教授？争气，不争气！两位老师，这下可以通过答辩保住文学了吧？等等，他怎么来了？他是谁啊？老吴的媳妇儿。虽然是理科，但是早年却是文学科出身，弃文从理。我话还没说完，略懂文学，极懂拳脚。媳妇儿，你怎么来了？不争气，一个教授让一个学生给下了面子。媳妇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打了他，可就不能再打我们了。老师，我怎么觉得大事不妙啊？莫怕，为师护你。弟妹啊，这是又来找我切磋文学了？一边去！你也配跟我切磋？你就是林野？是。《西游记》这个故事还不错，多謝誇獎。但是，你這個《西遊記》就是小孩子們看看的東西而已。曲高和華，你沒有考慮到其他受眾，我覺得算不上真文學。喲，那照您看來，文學應該是什麼樣的？你啊，還是太年輕，不懂女人心中的文學。文學應該是在那個下着瓢潑大雨的晚上，你流一滴淚，我塗一座城。還瓢潑大雨？有依萍問他爹要錢那天雨下的大嗎？對啊，依萍，我是不懂女人，但有人懂啊。瓊瑤阿姨，你的兵來了。行，那我就給您來一個屠城文學。我的天驕又開始手搓藝術了，真好。接下來，咱們不聊金戈鐵馬，不侃江湖俠俠，單說一段民國年間江南煙雨裡的痴男怨女恩怨糾葛，煙雨濛濛。話說這依萍為了報復父親與後母等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設計搶走了後母給如萍介紹的男朋友何書君。可這始於算計的情愛終是不得圓滿，在一個暴雨傾桃的夜晚，一切都爆發了。你一個大男人，怎麼可能描繪出女性的那種柔情似水跟恨海情天？依萍發出了杜鵑提洩般的控訴：你無情，你冷酷，你無理取鬧。那你就不無情、不殘酷、不無理取鬧嗎？我哪裡無情，哪裡殘酷，哪裡無理取鬧？你哪裡不無情，哪裡不殘酷，哪裡不無理取鬧？不是就這跟大聖比好像差點意思，但是畢竟是大王寫的，我又不敢質疑。你懂個屁，聽不懂那是我們水平不行。這極致的拉扯，字字泣血呀！你們臭男人是不會懂女人的欲言欲止的，除了林野。依萍傷心欲絕，站在橋上，迎風入笠，雨點打着她，夜色包圍着她，在黑暗中伸展的水面是一片煙雨濛濛。這時書航趕來，看着搖搖欲墜的依萍，惶恐的勸說讓她下來。愛情啊，真是折磨人的東西。可依萍卻喊話讓書航不要過來，他說在找東西，可在這波濤洶湧的江面能找什麼呢？是他在找他的刺。不是神經病啊！人哪來的刺？你再說話，他有沒有刺我不知道，你的毛是要禿了。依萍找的不是刺，是自己的自尊啊！這故事簡直太痛心了。書恆不忍自己的愛人受傷，於是先一步妥協了。依萍，我知道你的委屈，知道你要壓抑自尊來遷就我，這份心意我懂，我都懂。下次換我對你旁從，好不好？師哥好懂女人啊，旁從，這就是女人希望的愛情啊！這就是天驕啊！不光掌握了文學的秘密，他還掌握了心理學呀！這就是愛啊！這就是愛，那我也能。閉嘴吧，你跟何書恆比差遠了。這麼感天動地的愛情，這麼字字珠璣的故事，你竟然敢質疑文學，質疑林野？西遊記還不錯，多謝誇獎。但是你這個西遊記就是小孩子們看看的東西而已，曲高和華，你沒有考慮到其他受眾，我覺得算不上真文學。質疑的好像不是我，你說什麼？沒什麼，沒什麼。哎，小林啊，怎麼不講了？後來呢？依萍跟書桓和好了嗎？老師啊，我這還在答辯中呢，沒時間講那麼多。還答什麼辯？就你這水平，誰敢不讓過？你不讓他過，還是你？不是我沒有。哥的閻王點卯呢？那就是你啊！吳
启明，你长能耐了啊你！你懂什么是文学吗？啊！老了，也是让我吃上宗门天骄的软饭了。干了这瓶，庆祝咱们文学系绝处逢生，庆祝小林答辩圆满通过。不是，咱们就没有稍微体面一点的庆祝方式吗？这不是兜里的钱都用来买你让我准备的桌子跟那金堂母了？还有扇子。对，你别说，那扇子还挺贵的，我得去问问还能退不能。看来是时候办点能赚钱的正事儿了。孩子，银行可不行抢啊！谁说我要抢银行了？我要靠文学让咱们腰缠万贯。原来这就是你要办的正事儿啊！写什么小说好呢？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行动！我寻思我也没抢银行啊，这是弄啥嘞？嘘，保安巡视嘞。保安巡视，我们为什么要躲？你不知道，咱们文学专业不受待见，谁来都能踩两脚。到了晚上，就连教室的水电网都不让我们躲用。所以我跟爸爸已经练就娴熟的躲避战术，能在5秒内预判敌人走向，默契十足。那你们有没有预判到敌人打到家门口了？什么？啊！那个，我们马上就走。走什么走？您就是文学系的林同学吧？我听了您讲《西游记》的，讲得太好了。这光太暗了，配不上我们的文学之光。你等着，我这就去让人把灯调亮一点。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让我发问出那句亘古绝唱：你相信光吗？我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我文学久違的光明啊！光，我知道要写什么了。什么？光之国的巨人们。位于距離地球約300萬光年的 M78星雲是奧特曼的故鄉。26萬年前，光之國的太陽毀滅，科學家開發出人工太陽等離子火花塔，其光線使光之國的居民發生變異，逐漸變成了擁有巨大體型和超能力的奧特曼。光有奧特曼也不能把男女老少所有讀者全收編了，還得再寫點什麼。寫什麼好呢？我知道了，天才啊，真是天才！奧特曼、盜墓筆記跟小小戴哪一本單拎出來都是創世之作，他竟然一個人寫了3本，真是天才！光是一部追更就破億，突破了我們的創刊記錄，他竟然能一口氣連載3本，這一定要趕在其他出版社之前拿下這幾本書的連載權，不然我們損失就大了。那稿費應該給多少？越多越好。托啊，怪獸，看我的宇宙奇蹟光線！別碰我！沒有物質的愛情就像一盤散沙，都不用風吹，走幾步就散了。怎麼？小時代更新的內容是分手？這麼久了，怎麼還不落棋？老沈可是下棋高手，他肯定在尋思着怎麼一舉滅掉對方。來了，老沈要動手了。你們說，《盜墓筆記》裡那個青銅門背後到底是什麼？這是誰的手機號碼嗎？這是你的餘額呀！師哥，稿費6000萬，你發達了！天驕，你的小說引起全網轟動，我們文學揚名了！那是幹什麼呢？哦，他們是在看百校競賽的告示。百校競賽就是全國高校派出各自王牌專業來到我們荊州大學同台競技比賽啊，沒意思。聽說比賽勝出者有巨額獎金呢。你這孩子總是提前幹什麼？我們學文的要有視金錢為糞土的風骨。你看看你師哥，獎金多少錢？師哥，你真要參加百校競賽嗎？可是我們文學從來沒有人參加過啊，而且參加的都是王牌學校的王牌專業，咱們文學……放心，我一定會帶領文學專贏得比賽。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是為了文學，你就是我們文學的脊梁骨啊！然後拿到那筆巨額獎金。林野，你們要幹什麼？老宋啊，別讓你的學生天天在這兒亂逛了，趕緊回去更小說吧。我老婆這幾天飯都吃不下，就想知道林霄什麼時候跟周崇光相認呢？你們起開，我有正經事要問林野。林野啊，那個我想知道小哥和吳邪他倆到底發展到哪一步了？我師哥最近沒空，我們要備戰百校競賽。閨女，你跟他們說這些幹什麼？讓他們知道了，少不得又要嘲諷我們文學自不量力。你參加百校競賽，看吧，
我就说他们瞧不起我们，参加那玩意儿多耽誤更新小说啊。放心放心，我啊手里有存稿，不会耽误的。存稿？林野啊，你看以咱们的关系，林野啊，老师这儿有点私房钱，你看能不能把存稿提前透露点？就你那仨瓜俩枣，林野啊，老师这儿多出来一辆车，我这儿多出来一套房，你们都起開，是我先問的。林野啊，你昨晚更新可是整整晚了2分鐘，我媳婦兒差點沒吃晚飯，可不敢再搞這一出了啊。就是，咱們今天速戰速決，結果不重要，可別耽誤更新小說啊。劉明啊，這百校競賽可是頂尖賽事，你要是拿了冠軍，咱們東州大學就一飛沖天了。那是誰呀？排場這麼大。那個啊，荊州大學文學系的林野，反正就是最近寫了幾本什麼盜墓的、奧特曼的小說，還挺火的。破學文的，寫幾本小說就覺得自己行了。聽說寫賺了不少呢，整整6000萬的稿費。我操，多少？6000萬，這麼多！天驕啊，千萬別緊張啊！爸，你放心，師哥最厲害了，小小百校競賽不在話下，今天一定能讓文學揚名立萬。獎金真有那麼多嗎？就投機取巧寫幾本破小說，真把自己當個人物了啊？破學文的而已，破學文的，怎麼不服？我稿費6000萬，你什麼意思？我告訴你，我在核心期刊發文18篇，我稿費6000萬，我單是專利都8項，我稿費6000萬，我全國物理競賽蟬聯冠軍10年，我稿費6000萬。老師，他稿費6000萬哎，怎麼6000萬了不起啊？哎，就是了不起。我那台勞斯萊斯新車，我天驕給換的。你天驕給你買什麼了？你俗氣，太俗氣！劉明，我們走。怎麼還破防了？劉明，老師，寫小說真能賺6000萬嗎？劉明，歡迎各位來到第100屆百校競賽的現場。本次大賽匯聚了全國頂尖高校的王牌專業。接下來，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有請各參賽隊伍登場。參賽隊伍有東州大學物理學專業、西州大學天文學專業以及荊州大學文學專業。荊州大學真是前帝的驢子，本領用光了，派出個文學系，簡直讓人哈哈大笑。那叫黔驢技工。還有貽笑大方啊！哼，沒文化，真可怕。我沒文化，我告訴你，我老師說了，我可是禮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才。迄今為止，也只有我師妹齊月可與我一決高下。只有他那樣的人才配跟我站在一起，知道嗎？誰問你了？天驕啊，別管他那6000萬，等你拿了冠軍，獎金更多，知道嗎？有請東州大學物理專業劉明和荊州大學文學主業的林野上台。林野，今天我會讓你知道，你一個學文的想打贏我，你還差2萬年。哦，這台詞喜歡奧特曼？我才不喜歡。哦，不喜，那你過來。我告訴你一件事，什麼事兒？其實世界上根本沒有奧特曼。他們到底在說什麼呀？不可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保安，保安！就是因為你們不相信光，所以低價才不會到來。這也太速戰速決了吧！剛剛發生了一點小插曲。第一局，林野同學獲勝，比賽繼續。下面讓我們有請南州大學量子力學專業的齊月同學與林野同學繼續同台競技。林野，我認識你。幸會幸會，我聽說你深耕理論物理，是當代最接近愛因斯坦的人，而且還是個姑娘，厲害厲害，佩服佩服。我也知道你寫出了名著《西遊記》，還在網上連載了3部長篇小說，成績斐然。但是你的一切驕傲，今天就要止步於此。很不幸，在文學的世界沒有第一。我今天來也不是要爭搶個名次，而是要讓文學揚名天下。我承認你有些才情，或者說有一張鐵嘴，但在物理學的殿堂中，沒有詭辯者的位置。好家伙，物理學的殿堂沒有詭辯者的位置。這個小姑娘雖然是學理科的，但似乎口才也很厲害，一點也沒有前幾個那些物理天驕那樣木訥。好了好了，第3輪比賽正式開始。
2位選手請就位。这一场比赛为了公平起见，请2位各自以本学科的专業角度阐述出物理學的真諦。一個學文科的，他懂什麼是物理學嗎？不公平！我們家天驕是學文科的，哪懂什麼物理學呀？就是，天驕咱不比了，咱回去更新小說去。對對，1個月6000萬稿費呢，跟他們瞎浪費什麼時間？林野，你現在認輸還來得及。認輸？我的字典裡可沒有認輸2個字。同學，你要分清楚，愚昧不代表勇氣。雖千萬人吾往也。在這個世界，你們文科只會用故事建構情緒漩渦，讓人自嗨，一無是處。這話我就不愛聽了。怎麼一無是處？落向牛頓的蘋果代表着力學砸開了困擾文明進步的壁壘。愛因斯坦發現了相對論，便是演示出了世界運行的框架。可是你們文學呢？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兒女情長。人類科技騰推不需要這些。不，你錯了。要開始詭辯了？不，只是闡述事實。編故事可不算闡述事實。你又錯了。不管文科還是理科，其實都在編故事。一個編數學故事，一個編人情故事而已。好一個都在編故事，不愧是我的天驕。數學故事，他明明是在胡說，可為什麼讓我覺得好有道理？是不是被歌的底蘊震撼到了？賣弄口舌而已。承認別人優秀就這麼難嗎？你只是在玩文字遊戲。瞧你這說的，難道這個世界真的如愛因斯坦所說，上帝真的不製圖子嗎？當然。好，就等你這句話。人的一生其實就是陰陽黑白、因果規律。又要扯這些神啊鬼。你現在可以盡情地反駁我，但1分鐘後，我會讓你不再相信這個世界有物理學的存在。放屁！大膽！這個世界怎麼可能離開物理學？天驕多少有些狂妄。物理學怎麼可能不存在？都閉嘴！我的宗門天驕說什麼就是什麼，他說不存在，馬上物理學就會不存在。都閉嘴！我要聽他說。好，那我問你，你為什麼學物理？因為我立志要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很好，你能確定你一定可以得獎嗎？當然不能，我不可能預知未來。對，既然不能預知未來，你為什麼還要選擇學習物理，當一名科學家？因為我就是想……你說了，你不可能預知未來，所以你根本拿不到諾貝爾物理學獎。不，我可以。我反对！林野在人身攻擊，干擾我的師妹。好，那我換個問題：葉子的離開是風的追求，還是樹的不挽留？追求？不，難道是挽留？都不對，是因為大地需要落葉的觸感，才換來了那陣秋風。好詩意，太詩意了！師哥真帥。你什麼意思啊？這都聽不明白嗎？那好，我說簡單點，你想要成為科學家的這個事實，是你的大腦在當年選擇了翻開物理課本。所以我是被動選擇的物理學。林葉，你卑鄙，居然用雙縫干熱實驗來佐證你的悖論！這位觀眾，請你安靜。天才不是你破壞比賽秩序的資本。不，師兄，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覺得我有道理就對了。齊天才，也許你本該是一位詩人。對，也許我應該是個詩人。七月，清醒點，別被這個家伙的語言誤導了。不，老師，我錯了，物理學真的不存在。這個，看來這一局還是林野同學獲勝啊！真是一個能打的都沒有啊！師妹竟然都被林野糊弄住了，看來我要拿出撒手機了。林野同學的實力，諸位也是有目共睹啊！我想冠軍頒發給他，諸位也是沒有意見吧？沒有，這樣能文能理的天才，我們都是認可的。對，就是這樣，速戰速決，趕快回去更小說。好。
那我宣布，等等，这位同学，请問你有什麼異議嗎？林野靠耍嘴皮子贏了幾場，就想穩拿冠軍，未免太可笑。哦，這位同學是？我是東周大學的馮宇。哦，就是剛剛戰敗的齊越同學的師哥。林野，你不要太囂張！我告訴你，今天我就要用你最擅長的東西打敗你，等着瞧吧！文魁星1號，那是什麼？那是東周大學最近研究出來的機器人文曲星1號，能精準分析文學作品的結構、情感和邏輯。這不就是針對我天驕的殺豬盤嗎？這是逮着學文的殺呀！我們比你最擅長的詩詞，你說上一句，我的機器人對下一句，怎麼樣？哦，我知道了，速戰速決。那就開始吧！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9萬里。好一個扶搖直上9萬里，如此磅礴大氣，不愧是我宗門天驕。假令風息時下來，猶能博卻蒼溟水。他竟然對出來了！即使風停，大鵬也能捲起千重浪。他竟然對得分毫不差，宗門威儀。喲，你這機器人有點意思啊！繼續，千里黃雲白日暝，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精彩，太精彩了！怎麼樣？有我的文曲星在，還需要你們文學專業嗎？又一個想斷文學生路的，奪人錢財猶如殺人父母，殺母之仇不共戴天啊！那就別怪我不講武德了。聽好了，我的上一句是雨紛紛，舊故裡草木深。這是怎麼回事？這詞聽起來好讓人傷感，好有意境。是啊，林野的造詣已經登峰造極了，這機器人真能對出來嗎？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這都能對出來？難道我文學真要被取代嗎？詩詞你可以，那我把詩詞當歌詞唱出來，我看你還怎麼應對。林野，不過如此。嘿，你敢這麼說我們天驕？冷靜冷靜。荊州大學不過如此。嘿，我這暴脾氣！冷靜冷靜，相信我的天驕。你笑什麼？怕不是氣瘋了？我告訴你，今天哦不是以後，你們都只會是我馮宇的手下敗將。囂張，實在是囂張！林野，咱今天小說不更新了，給我幹他！他們倒是相信你，但是沒用了。你接下來再說什麼詩詞都沒用了。誰說我要說詩詞了？那你要幹什麼？接下來我要唱詩詞。唱詩詞？這怎麼可能？就是啊，兩個完全不同領域、不同體系的專業，怎麼可能放到一起？你怕不是黔驢技窮，都開始說瘋話了？借用一下話筒。啊，好。垂死掙扎，我就不信你還真能把詩詞唱出來。雨紛紛，舊故裡草木深。他竟然真的唱出來了！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斑駁的城門盤踞着老樹根，紙板上回盪的是在等。太絕了！詩詞竟然能這麼唱，比單純念出來更讓人心裡震撼。這旋律，這歌詞，好像真的看到了那座舊故里，看到了那個在城門下等待的人。現在還是垂死掙扎了嗎？你的文曲星1號能唱嗎？文曲星，快唱啊！抱歉，主人，無法識別當前指令。
我让你唱詩詞，你聾了嗎？抱歉，無法識別當前指令。廢物！廢物！指令識別成功，開啟自毀程序。什麼？咦，真是人工智障。还有人想上台挑戰的吗？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就是因為你們不相信光，所以迪迦才不會到來。我告訴你一個秘密，量子力學根本不存在。那荊州大學文學系林野第一，諸位沒有異議了。不愧是我文學宗門天驕。好是好，就是这時間是不是快來不及了？今天的小說還沒更呢。美女，可以宣布了。好。我宣布，本届百校競賽的冠軍得主是林野。我的餘額已經跟電話號碼一樣壯觀了。為什麼我們的慶祝方式為什麼還是如此樸實無華呢？天驕啊，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詞？什麼？窮人乍富，我怕我學壞。老宋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咱這智商想要學壞還差點意思。嘿，你小子沒大沒小的。說真的，林野，我要謝謝你。我跟這個世界抗爭了這麼久，就是想要證明文學是世界的根骨。可惜，要不是你，文學或許真的會滅絕的。我文壇之學子將會匯成一道鐵流，而這道鐵流，在未來，我敢肯定將會成為一道洪流。老宋，放心吧，文學的天要亮了。自即日起，全國高校陸續恢復文學專業。你準備選哪個專業啊？當然是荊州大學文學專業。我男神林野就是那個學校出來的，現在還是荊州大學的客座教授。我去那裡，說不定還能見到他呢。老沈，你過來看看，這是最新一批的小說投稿，堆得比我人都高了。可不是嘛！自從林野的小說爆火後，寫小說的人是越來越多。就是還沒有人能到達林野的水平境界啊！林野那是誰？文學宗師，天才都只是見他的門檻而已。也是。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9萬里。同學們，這首詩藏着少年的意氣風發，藏着文學的磅礴力量，這就是我們要追尋的文字之美。林野大大，給我簽個名吧，我要跟着你學寫小說。林野，我是你的忠實粉絲，光之國我看了8遍，求簽名，求合影。各位冷靜。同學們，一個一個來，一個一個來。林野，可以給我一個簽名嗎？齊月，你怎麼在這兒？你一個學物理的，來湊我們文學系的熱鬧幹什麼？什麼物理學？不是，物理學啊，你的研究方向啊，不存在的玩意兒，研究它就幹啥？我早就棄理從文了。林野，我以後一定会好好學文學，爭取能寫出像你一樣好的作品。不知道你能不能多指點指點我？指點你就不必了吧，我師哥平時很忙的。你是誰啊？林野他是誰啊？我是誰？我是他師妹，他唯一的師妹。師妹啊？又不是女朋友。林野，我最近在你的熏陶下寫了首詩，你能不能幫我看看？師哥，我也寫了好多詩，都是跟着你學的。你先看我的，我的肯定比他的好。我先说的，看我的。这是我師哥，我們是一家人，當然先看我的。先看我的，先看我的。還有我的，我寫了小說，
林野大神，帮我也看看吧！我也写了，我也写了，我也写了。停，都别着急，我看完你的，看你的，看完你的，看你的。哼，你又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大事不妙啊！你让开，我要找我师哥，我也要找林野哥。人呢？林野？幸好跑得快。我可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办，怎么能被女人绊住了脚？开创新纪元的小说，就从这个情节开始。接下来，让这个世界再添一点震撼。Alpha Omega， 师哥，你电脑上写的这是什么啊？师妹，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我在教室没找到师哥，想着师哥应该会在办公室，就过来了。师哥，你怎么还研究起数学了？这阿尔法欧米伽是什么数学公式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没研究数学，这不是什么数学公式，你看错了，这就是我随便写的，没什么意思。哦，是你写的新小说？哦，是。我能看看吗？这林野，我可算找到你了！我找了你好半天，原来你在这里。快看看我的诗，我又改了一遍，肯定比宋眠的好。师哥，你先看我的，我比他先来后到，你不能偏心。而且我是你师妹，我的诗肯定比他这个气里从文的门外人写的好。什么先来后到？明明是我先提出让林野帮我看诗的，所以应该先看我的。你少在这里仗着师妹的身份嚣张。我就嚣张怎么了？师哥就是偏心我，你有本事也当师哥的师妹啊！停，都别吵了。先来后到，宋眠比你先来，就先看宋眠的。齐月，你先等着，看完宋眠的就看你的，不准再吵了，听到没有？得意什么？先看又怎么样？得是写得好才行。师哥，你快看看我的诗，这可是我精心写的，特别有画面感，你肯定会喜欢的。师哥，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你快说说哪里写得好，我以后再改进。这个师妹啊，要不你还是自己念一遍吧，我怕我念错了，曲解了你的心意。湖名湖大，大名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师哥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意境？这挺接地气的。宋眠，你这也叫诗？我看就是顺口溜吧。还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笑死人了。这要是算诗，我一天能写100首。你胡说！师哥都说了，我这叫接地气，叫文学创新，总比你写的诗强吧？你有本事也念一首给我们听听啊！别在这里只会嘲笑我，有本事拿出真本事来。念就念，我写的诗肯定比你的强100倍、1000倍。你可听好了，别等会儿被我惊艳到，哭着喊着求我教你。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嘟嘟，咕嘟咕嘟光不嘟。怎麼樣，林野哥，是不是比他的詩強多了？既有畫面感，還很有韻律感，比他的蛤蟆蹦跶強多了。也到了能理解班主任的年紀了。齊月，你還好意思嘲笑我？你這詩也好不到哪裡去，比我的差遠了。至少我的詩裡還有荷花，你就只有光嘟嘟的泉水，還咕嘟咕嘟，難聽死了。你胡說，我這叫有新意，叫個性，總比你寫的蛤蟆蹦跶強吧？至少我的詩裡沒有蛤蟆，也沒有這麼 low 的句子。有蛤蟆怎麼了？我的蛤蟆比你的光嘟嘟好聽多了，我寫的比你好。我寫的比你好，我寫的比你好，我寫的比你好，我寫的比你好。
你快评评理，我们两个谁写的诗更好？矮子里拔将军也不是这么搞的呀，夸了昧良心，不夸肯定走不出去。师哥，是不是我写的更好？你快说嘛！肯定是我写的更好，他的诗就是顺口溜，根本不算诗。你们稍等啊，我去接个電話。喂，哪位啊？有什麼事嗎？長話短說，短話別說，沒事我掛了。哎，別掛，是我，周文啊，你初中同學。哦，周文啊，哎，不認識，掛了。啊，周文啊，我記得，高中同學嘛，我記得。初中的。有重要的事啊，你說。嘿，我還沒說呢，你就知道了。明天在雲頂酒店，咱們初中同學聚會，你來一趟唄。啊，不認識，不知道，不想去，掛了。初中同學，你怎麼不說小學的呢？詐騙電話都打到我這兒了，就我那仨瓜倆棗的也值得騙。不對，忘了我現在有錢了。哎呦，上輩子當編劇一窮二白，這輩子已經逆天改命了。不行，我還是得下個反詐 APP。早上好啊。早上好，師哥。林野，我昨晚連夜又寫了一首詩，你幫我看看唄。你催什麼催？沒看見我師哥正在吃飯呢。別吵，吃飯要緊。我就不信吃飯還堵不上你們的嘴。林野，你竟然親自給我夾菜。師哥！你的。師哥給我夾的可是雞腿，比你的要好，這就說明師哥心裡是向着我的。林野，你偏心，為什麼給他夾雞腿，只給我夾青菜啊？我也想要雞腿。給你。師哥，你不能給他。這是你的雞腿，你自己吃。他想吃不會自己去打嗎？憑什麼要搶你的？誰搶了？你也願意給我，關你什麼事兒？你就是嫉妒我。哎，給我的就是我的，林野已經給我加2次了，數量上完是你。切，這算什麼？我跟師哥的關係都不用客氣，想吃自己拿。有時候客氣一下挺好的。我也自己拿。這是我的。你說是你的就是你的，我還說是我的。我的。這不是我的嗎？你能不能別搶了？這是師哥的菜，你吃自己的不行嗎？你不也在搶嗎？還好意思說我？有本事你別搶，讓師哥自己吃啊。我那是怕你把師哥的菜搶光了，師哥沒得吃。你就是故意的，想讓師哥餓肚子。我沒有，明明是你故意針對我，你就是不想讓我在林野哥面前好好表現。造孽啊！你們慢慢吃，我已經吃完了，先走一步。師哥，你不能走！林野哥，你走了誰點評我們的詩啊？就是師哥，你還沒點評我的詩呢，你不能走。吃完早飯，你必須先看我的詩。我昨晚又改了一遍，比之前更好了。憑什麼先看你的？應該先看我的。我連夜寫了一首新的，比你的蛤蟆詩強多了。林野哥肯定會喜歡的。別吵了，都別吵了！我真不能點評你們的詩了，我還有急事，必須馬上走。什麼急事兒？比點評我們的詩還重要嗎？就是啊，師哥。你先點評完我的詩再走嘛，你不會是騙我們的吧？怎麼會？我是真有事兒，就是，我要參加同學聚會，對，初中的同學聚會，我都說了，真是同學聚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呢。師哥，我看你的小說裡寫了，按照套路，同學聚會一般都要出幺蛾子，我是來幫你的。至於他，跟屁蟲，
你才是跟屁虫，我也是来帮林野的。你能帮什么？你能帮什么，我就能帮什么。又开始了，林野，还真是你，这么久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啊！你能来可太好了。你是谁啊？我啊，周文，就那个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哦，想起来了，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么热情，莫非是认出我来了？不应该啊，我写小说用的都是网名啊。本来还担心这次聚会我又是穷的垫底，这下好了，最没用的林野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师哥，这就是你的同学啊？这位美女是……她是……我呀，今天是师哥的女朋友。那这位是？我是林野明天的女朋友。你们城里人玩这么花吗？造孽！哟，周文，你可算来了，还以为你躲着不敢来了呢。就是啊，每次聚会你都最寒酸，真是拉低我们的档次。又来了，那还每次都叫我，没有我的穷上哪衬托你们的有钱？真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同学林野，各位还记得吗？林野？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咱们班里最穷的那个。可不是嘛，这么多年过去了，看着还是没什么长进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说怎么这么热情，原来是拿我当对照啊！美女，哎呦，我怎么不记得这两位是咱们班那位同学呀？什么同学呀？这位是林野今天的女朋友，这位是林野明天的女朋友。妈呀，一个穷小子还挺会玩，一口气租俩女人，他配吗？不是，林野，你说说你，虽然你又丑又没钱，找不来女朋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也不能花钱雇人糊弄老同学吧？就是花不少钱吧？你们凭什么这么说师哥？哎呦，玩的还挺花。哎，怎么能这么说老同学呢？都是多年不见的情谊，別這麼刻薄。服務員，上菜。林野啊，看你這樣子，肯定沒見過這些好東西。今天就讓你開開眼，就當我照顧老同學了。師哥，他們也太過分了。這些菜不就是荊州大學食堂的水準嗎？你為什麼要容忍他們這麼囂張？沒事兒，沒事兒，就當來憶苦思甜了。正好我寫小說需要點小人得志的素材。兄弟，走一個。你跟那群狗眼看人低的人一樣，就是想看林野的笑話。兄弟，你也別生氣。是，我承認，把你叫過來，確實有給自己點底的意思，不想再被他們嘲諷。但你也不虧。你看主位那個趙子成，就是個冤大猴。你飯桌上聽他幾句嘲諷，等聚會結束他喝大了，就會給大家發紅包，一個人足足有1000塊錢呢。別說兄弟有好事不想着你，就1000？我還以為後邊加個萬呢。1000塊錢也是錢啊，不要白不要。師哥，你說的對，對，不要白不要。兩個不識貨的娘們。趙哥，你最近可太出名了，你寫的那本《慾望》都紅遍整個縣城了。托你的福，我們今天才能進城，在這麼好的酒店吃飯，真是太感謝你了。慾望，哎，低調低調，都是小打小鬧，不值一提，大家開心就好。慾望原來是趙哥你寫的，簡直太厲害了，創建了新的世界觀，把人設定成3種類型，阿爾法、歐米伽、貝塔，簡直太新穎了。慾望，嘿嘿，開創新紀元的小說，就從這個情節開始，接下來讓這個世界再添一點震撼。阿爾法、歐米伽，師哥，你電腦上寫的這是什麼啊？師哥，你不是也寫過類似的？這可不行說啊！他不要臉，我還要。當時寫文就是圖一樂和賺點錢，沒想公之於眾啊！哎呀，大家可別再誇我了。他不要臉，我還要。當時寫文就是圖一樂和賺點錢，沒想公之於眾啊！哎呀，大家可別再誇我了，沒有那麼誇張，我也不算什麼厲害人物。
主要是我师从精灵门下，平时得多亏了师傅指点一二，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精灵，精灵，我的天，赵哥，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是精灵的徒弟，那可是写出了《西游记》《光之国》《盗墓遗迹》《小时代》等一系列神作的精灵啊！对呀对呀，那可是大佬啊！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风靡全国，甚至火到了国外。不知道有多少人崇拜他，想要拜他为師。你竟然真的做到了！精灵，这不是我的马甲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徒弟呢？师哥，他竟然骗人！就是，你连我的趵突拳都看不上，怎么可能收那种人为徒？嘘，低调低调。我还是捂好我的小马甲吧。对了，林野，刚才宋棉说你也写过类似的小说。怎么，你也想模仿赵哥写小说出名啊？哈哈哈哈！就林野，他还能写小说？我看他连字都认不全吧，还想模仿赵哥，简直是痴心妄想。赵哥可是精灵的徒弟，写出《欲望》那樣的小說，那是有真本事的。林岩一個窮小子，沒讀過多少書，還想寫小說，簡直是笑話。我看他就是羨慕趙哥，想借着趙哥的名氣蹭點熱度。可惜啊，他連蹭熱度的資格都沒有，真是可悲又可笑。你們在座的都是眼瞎啊，不知道真神是誰？就是，林野珠玉在前，他趙子成算個什麼東西？哦，我不算什麼東西。那林野有什麼作品啊？拿出來讓我們拜讀拜讀。他的作品可多了，有。別說，怎麼不讓說了？別是寫的東西沒人看，不敢拿出來了？就是。你們知道我師哥是誰嗎？竟然說他的小說沒人看。你倒是說說誰啊？我師哥可是，林野可是，精靈。你說什麼？林野是精靈？當然。我的小馬甲啊，還是沒能捂住。沒錯，我就是。哈哈哈哈哈！這簡直是我今年聽過的最好笑的笑話。林野，你要碰瓷也不找好人，大神也是你能碰的，更何況大神的徒弟趙哥還在呢。哦，原來沒人信啊，嚇死我了！看來那1000塊紅包還能領。哼，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什麼小人都能進這裡。是說我嗎？我怎麼會呢？都是同學。哦，不是我啊，那就是他嘍。怎麼可能？也不是他，那就是他嘍。不是你聽不懂人話？都不是，那就是你自己了。你這人挺狠啊，連自己都罵。趙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幹什麼？我看他就是眼紅。就是趙哥，我看你的小說竟然上了精靈大神的推薦榜，你太厲害了！哎呀，過獎，都是我師父惜才，我可是托了我三舅老爺的二大媽的姑姑的姐姐的兒子的女兒，花了大價錢給我開的後門，足夠糊弄這群鄉巴佬了。推薦位，我記得我沒推薦過誰啊？不會是那位吧？啊？什麼推薦成功？算了，不管了，回去睡覺。真是上輩子當編劇熬夜加班久了，這壞習慣深入骨髓了。這輩子絕對不能再熬夜加班了。就說了不能熬夜加班吧。這下總該對我心生崇拜了吧？我也寫了小說，師哥都沒給我推薦，這貨色都能被推薦，我覺得我也行。你們真是不知好歹！我好心不跟你們一般見識，你們竟然還敢嘲諷我！你們有本事也讓精靈大神給你們推薦啊！這趙子成怎麼還不喝醉呢？我還等着他喝大了發紅包呢。今天可不能白來，好歹賺點精神損失費。這才對，早這樣懂事不就好了？兩位美女，長得這麼漂亮，跟着林野這個窮小子真是可惜了，不如跟着我吧。你什麼東西？也不找個鏡子照照自己。哎呦，兩個小辣椒，我喜歡。媽的，又一個喝點酒就發瘋的貨色。哼！林野，你要幹什麼？還不趕快給我倒酒！下一杯就是我跟美女的交杯酒。倒酒？媽！喝點酒你就犯賤，是給你少配花生米了，還是給你臉給多了？竟然敢這麼說話，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東西！師哥，太帥了！林野，
你他媽算什麼東西？竟然敢教我！你敢這麼對我，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讓你身敗名裂！趙哥，別生氣，別生氣，都是誤會。林爺也是一時衝動，你大人有大量，別跟他一般見識。滾開！你又算什麼東西？林野，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趙哥可是精灵大神的徒弟，将来是要飞黄腾达、大有作为的。你竟然敢这么对趙哥，你简直是自寻死路！就是啊，赵哥您別生氣，跟這種沒素質、沒本事的人一般見識，純屬浪費時間。他根本就不配給您提鞋。聽到了嗎，林野？你就是個沒本事、沒素質的窮小子，也配跟我叫板？還不快給我道歉！哦，是嗎？這是誰啊？竟然惹我們大神不痛苦，這就是要我們的命！就是影響大神，讓他不能更新，干他！我可是得了精灵大神的亲自推荐，這可是莫大的榮譽，不是林野這種跳梁小丑能比得了的。對對對，趙哥說的對，您可是精靈大神親自推薦的，才華橫溢，林野根本就不配跟您相提並論。徒弟，諸位，你們要不先看看自己的手機？我怎麼不知道，我還有你這麼一個沒素質、沒底線，只會弄虛作假、冒名頂替的徒弟。精靈大神不是趙哥師傅嗎？怎麼會這麼不給他顏面？就是啊，難道趙子成是騙我們的？不可能，這不是真的。精靈大神怎麼會這麼對我？我可是花了大價錢買來的精靈大神推薦位，怎麼會這樣？讀者們怎麼會罵我？哎，飯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我什麼時候收了你的錢？聽到林野說什麼？他說他沒收錢，這不就意味着他就是精靈大神？這怎麼可能？這有什麼不可能的？我師哥剛剛都說了，是你們自己不信。一幫見識短淺的人，捧錯臭腳都不知道。你竟然真的是精靈大神，這怎麼可能？有什麼不可能？你這樣的人都能寫小說，我是精靈很奇怪嗎？你林野啊，原來你就是精靈，我真的特別喜歡你的《盜墓筆記》。對對對，我還很喜歡你的小世界，寫的真的太好了。還有你的新書，比趙子成那啥亂七八糟的欲望好多了。什麼跟什麼，那就不是一個等級的，那怎麼能放在一起比？對對对，不能比，不能比。你們牆頭草，牆頭草！林野才是真大神，誰跟你一樣，架子倒是挺大，一點真本事都沒有啊！什麼喜歡，趨炎附勢之類，真是。你說說，非得把事情鬧這麼難看？本來就想着領個精神損失費就行，誰成想啊，有人上趕着找死。就是林野，不能放過這種小人。是。烏合之眾，奉勸你一句，學藝先學德，想要真正寫出好的作品，就要先學會做一個好人。師哥說得好，林野太帥了。諸位，不是一路人，不必進門，我就先行一步。